中国人民银行又开始放水了。2025年10月9日，中国人民银行率先开展了11000亿元的3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操作。6天后，10月15日，央行又高调宣布追加6000亿元的6个月期操作。有人拍手称快，说这是维护流动性稳定的明智之举；有人松口气，以为金融系统暂时不会塌。可真相是，这不是救市，而是续命。这是一个濒临崩盘的经济帝国在黄昏中最后的挣扎。想当年，中国经济像一台开足马力的蒸汽机，房地产、基建、出口3驾马车齐头并进。北京高喊奇迹，全国媒体歌功颂德， GDP 年年飙升。可2025年的今天，繁荣的外壳被彻底撕开，房地产塌了，制造业倒了，出口链断了，债务山压顶。根据国家审计署的数据，地方债余额已逼近97万亿元，部分省份偿债率超过警戒线的300%。地方政府靠卖地续命的旧模式彻底失灵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同比暴跌70.3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钱没了，连发工资、修马路、维持公立医院运转的钱都没了。于是，央行被迫登场，掏出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工具——买断式逆回购。这是一个自2024年推出的新玩具，表面上是市场操作，实际上是变相印钞。它让银行把债券卖给央行，获得现金，看似正常，其实是让资金在银行系统内打转，却从未真正流入实体经济。结果是 M2 货币供应量疯涨至31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8.5%，但 GDP 增速只有4.2%。央行明明知道市场没有信心，企业不敢借钱，年轻人不敢消费，但仍要继续放水，因为这不是经济决策，而是政治任务。每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临近，就得制造一个流动性宽裕的假象，让高层能在报告中写上那句金融体系运行平稳，哪怕是靠撒钱堆出来的幻想。彭博社报道指出，2025年10月，中国央行通过中期借贷便利 MLF 与逆回购操作，净投放资金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，创下今年以来最高纪录。表面上是救市，实际上是自救。但这个游戏玩不下去了。自2020年以来，中国的债务总额已超过 GDP 的3倍。国际清算银行最新数据显示，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已高达 GDP 的310%，比美国、印度、巴西都高。央行再放多少水，也无法冲掉这个烂摊子。你看，那些数据背后是实实在在的窒息。民营企业倒闭潮汹涌。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，2025年前3季度，全国注销或吊销的企业超过630万家，同比增长28%。就业市场彻底冰封。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最新报告，全国青年真实失业率已接近22%，一线城市大学毕业生平均求职周期达 7.4 个月。消费信心崩塌，人们宁愿把钱存进银行，也不敢买房，不敢投资，不敢消费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同比增长 2.1%， 创近30年新低。于是你就看到一种荒诞的画面，央行拼命往金融体系里注水，银行钱满为患，但没人借。政府拼命喊扩大内需，可百姓的钱包早已干瘪。媒体拼命渲染信心比黄金重要，可黄金价格却在疯涨。资本懂得逃跑，但普通人只能干看着。人民币在放水中贬值，房价却在泡沫中崩塌，手里的储蓄一天天缩水。据央行金融调查中心报告，2025年城镇居民储蓄意愿指数创10年新高，投资意愿跌至历史低点。
这意味着老百姓不信任未来。央行当然知道这一切，但它不能停，因为一旦停，系统就会干涸，银行无法兑付理财，地方债无法展期，房企无法续命。这就是中国经济最致命的逻辑，一旦放水就上瘾，不放就死。你以为这是在救经济？错了，这是在用印钞机拖延危机爆发的时间。就像一个高烧的病人，医生不给退烧药，只往体内打冰水，让体温暂时降下来，表面稳定，实则病入膏肓。这场央行的买断是逆回购闹剧，不是改革，而是恐惧。因为当局比谁都清楚，真正的崩盘已经不远了。放水的表象是央行操作的专业术语，放水的实质是整个国家的病入骨髓。当货币洪流冲向市场，最先涨的不是工资，而是恐惧。2025年，中国经济的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，企业主在崩溃，工人被裁员，年轻人啃老，老人看病难。这不是经济调整，而是一场缓慢的社会坍塌。央行用6000亿元逆回购操作维稳，看似冷静精准，但资金的流向早已变质。据财新统计，2025年上半年新增信贷中，超过60%流向国企与地方融资平台，只有不到10%流向民营企业。这意味着放水根本没流进市场，而是被权力体系吞噬。地方政府拿到钱干什么？修面子工程，盖烂尾楼，填旧窟窿。于是债务雪球越滚越大。据第一财经援引财政部内部测算，截至2025年9月，地方隐性债务规模已突破65万亿元，若加上显性债务，总负债逼近 GDP 的60%。但这只是账面的数字，更可怕的是那些被掩盖的风险。上千家城投公司濒临违约，银行理财产品兑付困难，债券市场刚兑神话崩塌。2025年7月，贵州、内蒙古多家地方融资平台债券延期兑付，波及超过300家金融机构。当银行客户要求取款时，工作人员笑着说：“系统升级，请您耐心等待。”这是多熟悉的场景，就像2008年的冰岛银行，2013年的塞浦路斯储户。唯一的区别是，中国的崩塌更隐秘，也更冷漠。央行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，他们在报告中写得漂亮，强化逆周期调节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。但在现实中，这句话的翻译是：印钱，继续印钱，别停。问题是，印钞机可以延迟崩盘，却无法拯救信任。而信任一旦丧失，比 GDP 崩塌更致命。与此同时，通胀的阴影在逼近。虽然官方 CPI 只有 0.7%， 但 PPI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已经连续2个月反弹至 2% 以上。这意味着企业成本在上涨，生活成本在滞涨中积压。油价、电价、物流费、医疗费全线飙升，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《中国民生调查报告》显示，2025年城市家庭中，57%的中产阶层表示收入下降，41%表示消费支出明显增加。而农村地区的真实贫困率，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 1.2 万元，已重新回升至 12%， 创5年来新高。放水救不了他们，因为钱没有流到他们手中，钱在金融系统打转，变成理财、债券、国企贷款，而不是民生。于是你会发现，央行放水越多，社会越干。有人讽刺说，中国经济现在就像一场沙漏效应，上层堆满流动性，下层一滴也流不下来。金融空转，资本出逃，消费萎缩，信任崩塌，每一项都在瓦解这个庞大的体系。可悲的是，这一切还在被美化。
电视新闻里还在说信心比黄金重要，官员还在喊要坚定发展信念，学者在微博上写中国经济底子厚，韧性强。可是谁还信？年轻人不信了，他们不再考公务员，也不想进国企，只想逃离。据 BOSS 数据显示，2025年出国求职意向同比暴增260%，成为10年来最高。中产家庭不信了，他们不再买房，而是换美元、买黄金、转海外保险。据瑞士信贷最新统计，2025年中国私人财富外流规模高达 1.3 万亿美元。企业家更不信了。2025年前3季度，私营企业新增注册量同比下降 40%， 创新投入锐减。这就是央行放水背后的真相，不是救经济，而是维稳；不是改革，而是续命。这场逆回购的游戏注定没有赢家，唯一的输家是14亿普通人。有人说，专制体制最擅长的就是制造幻觉，在纸面上一切还在增长，在现实里一切都在崩塌。央行以为自己在维稳金融，但它真正维持的是幻想。因为当货币被权力绑架，经济就不再是经济，而是政治机器的燃料。当信任耗尽，人民币不再是货币，而是泡沫。这一幕苏联看过，现在轮到中国。6000亿、11000亿，甚至2万亿都救不了这个体系。印钞机可以掩盖危机，却无法创造希望。中国经济帝国的黄昏正在悄然降临。从放水的那一刻起，崩塌的倒计时就已经开始。